所以你到底看没看过这篇文啊？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我看是看了，但是看的一目十行，不是很仔细。简单来说，你叫夏侯旦，你母后恨你，你哥端王恨你，你的妃子们恨你，你的臣子们恨你，全国百姓都恨你。按照原著安排，我也恨你。天啊，我到底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啊？葡萄我能吃一下吗？哦，随便吃。谢谢啊。太后并不是你亲妈，没有好好教育你。你呢，又患有偏头痛，从小性格偏执，残暴嗜杀。朝中的忠臣啊，都被你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。你还出台了一堆垃圾政策，搞得民怨沸腾的。按照原文的发展，你将在接近结尾处被端王替天行道。具体是怎么死的？好像是被刺杀的。哎呀，后面的剧情太无聊了，我连跳了好几页。哇，知道自己会死还笑得出来啊？那我现在相信，你是真的见过风浪的总裁了。死什么死啊？我不是皇上吗？把碍事的都杀了不就行了？那可不行，你的权力早就被太后架空的差不多了，想杀端王没那么容易。而且，夏侯伯和谢允儿才是原作里的天选之子，所有的主线剧情都是为人家服务的。把主角杀了，那不就等同于让这本书腰斩？那我们能不能活下去，都是未知数喽。那你呢？你看样子似乎也不像什么好人啊。我确实不是啊，我是个反派。书里都没怎么写我，是家里送过来当棋子的。反正最后你死了，我也就跟着你陪葬了。这可不行啊！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提案吗？大哥，你真把自己当甲方了，还让我提案？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只能是一点一点控制变量，看看能不能引发什么后果，再做打算了。有道理。但我有个问题啊。在原作中，我们两个的角色不是穿过来的吧？对啊。那既然我们穿过来了，谢允儿还会被穿吗？如果我们三个都是穿的，那端王会不会也是穿过来的？娘娘，娘娘！怎么啦？娘娘不要啊！哎呀！什么情况？娘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搞了毒菜，搞了毒菜吧！抓住！娘娘，于妃娘娘饶命啊！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娘娘饶命！何事喧哗？陛下，奴才有事要奏。放肆！奴才偶然见到雨妃娘娘，一男子在，看身材似乎是个侍卫，被奴才撞破后他就逃了。奴才就多问了雨妃娘娘一嘴，他就将奴才推入水里。啊！我离你8丈远，这栽赃也太明显了吧！求陛下为奴才做主啊！竟有此事！拖下去，打！陛下，拖谁啊？怎么是我呀？你诬陷我！敢问娘娘，今日有没有去过牡丹园？没有啊。那娘娘，裙角为何会有为子花枝？宫里上上下下，只有牡丹园西南角僻静处才有为子花。娘娘若没去过，怎会沾得？拖下去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奴才有人证。在哪儿？启禀陛下，一起拖下去打！陛下，老奴句句说的是实话呀！陛下，陛下，老奴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！
什么？陛下竟然这么轻易就相信了他？是，我在假山后面看了全程，陛下甚至连这人问都没有问一句，直接就拖走了。他一句也没提我？没有，而且他回答的十分做作。是谁嫁祸于你？爱妃可有猜测？臣妾不知。果真不知？陛下日理万机，无需为这等琐事烦心。况且，臣妾也不愿伤了后宫姐妹们的和气。无论是谁，相信事情败露，他心中也已悔过。陛下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哟，这能有什么事儿比给太后请安更重要的呀？我知道啊，怕不是又去御花园跟什么侍卫私会去了吧？哎呦，姐姐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，当心被他哭到陛下面前，到时候啊，又该如何？参见陛下。爱妃怎么也跪下了？朕准你以后见朕都不用跪。来，小心伤了膝盖。谢陛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再不来，你要被他们刁难死了。没有刁难我了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方才是谁在嚼舌根？你？我你来说说。臣妾知罪。也好，省事儿。拖下去！陛下，打入冷宫。臣妾知罪，不要啊！臣妾知罪，陛下，陛下。你来说说。臣妾只是想提醒雨妃，让她守宫里的规矩，好好侍奉太后和陛下。拖下去！陛下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……你们……他确实只是口嗨了2句，不用这样。魏贵妃，你来说说。陛下，真不至于。父亲为您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饶了臣妾。朕知道你父亲是魏太傅，又如何呢？拖下去！陛下，臣妾知错了。皇儿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出现了。本作品大反派之一，也是夏侯诞的后妈太后。这个心高气傲的女人，对权力十分执着。自从夏侯诞开始不听话，就使了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让他生下了小太子，养在身边作为新的傀儡。没错，这就是夏侯诞的新儿子。母后，你若听话，哀家自然会疼惜；不然，在这暗无天日的寝宫当中，何时才能出头啊？太后娘娘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奴是来宣陛下口谕的。恭喜雨妃娘娘升为贵妃，入住朝阳宫。娘娘，请吧。啊，贵妃？你的专属。专属？这也太专属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谁说没有人？参见陛下，参见贵妃娘娘。这些都是朕的贴身暗卫。初一擅长硬气功，初二擅长暗器，初三肢体柔软，初四擅长用毒，还有初五、初六、初七。啊，可以了，不用展示了，不用展示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之后就常驻朝阳宫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就没有名字吗？名字不过是个代号。从今天起，他们将会躲在暗处，
像保护朕一样保护你。我蛇呢？就没有一个人管我吗？说好的保护我跟保护陛下一样呢？条件反射，你让他们适应一下。别人家的员工果然靠不住。哎，我还是得有个自己的安慰。没人认识你。红颜祸水，说的就是我们这位祸国妖妃呀。哇！自从她得逞，那暴君是更加的荒废朝政，成天啊就知道在那朝阳宫里与他眉来眼去，打情骂俏。哎，这位看官就要问了，他是长得俏还是会撒娇啊？为什么这妖妃一出手，皇帝就不肯走？其实很简单，全都是靠我们天香楼的这款鱼蛋酒。哎，你们，陈姑娘，您看看。看来咱俩这人设很成功啊，都有周边卖了。我以前可没这么高人气。咱们这叫捆绑销售，我把你带火了。我没有在夸你。啊？哦。话说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啊？续瑶那本书不是藏在端王府吗？谁告诉你我们要去偷书了？就咱俩这水平，加上后面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不还是照样白送人头啊？哦，合着你出来纯玩啊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内涵吗？我是要带你见一个人，一个卡元助 bug 的绝世高手。走。哦。哎，你们几个别跟那么紧，分散一点。在一般的网文里，通常都会有一号武力值逆天的绝世高手，恰好这个人和你很有渊源哦。谁啊？没听说过。你当然没听说过了。这个人叫北周，也就是你亲妈，令堂已故的慈珍皇后小时候的护卫，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后来慈珍皇后入宫后不久便去世了，这个北周觉得她是被奸人所害，所以拜入山门，练就了一身的绝世功夫。穿书之恶魔宠妃中提到过，他后来回到都城，想要将故人之子，也就是你夏侯旦带走。这人他也没来。来了呀，不过来晚了，只把你的尸体带走了。哎，会不会有点太晚？但我现在知道剧情了呀，咱们就可以让他提前出场。那他人呢？在哪？到了。春水碧于天，画舫听雨眠。本是俗世人，现冤不现仙。公子里面请。哎呀，好诗好诗啊！走走走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声色犬马，纸醉金迷，这成何体统啊！你们都有心了，哀家甚是喜欢。皇帝，你觉得呢？更中意哪个呀？昨夜谢妃在朕寝宫里跳的那些舞，甚是不错。我还跳了舞，完全不记得了呀。到时就让谢妃献舞吧。皇上，就这么定了。娘娘，可是我身体不适。臣妾近日偶感风寒，精神不济。这样大好的日子，臣妾还是先回避一下，免得扫了皇上和太后的雅兴。好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有心气，装什么装？姐妹，想装病来博同情，皇上可千万不要被这白莲花的小伎俩给骗了呀！哎，你说这雨妃这身……滚吧！
可惜啊，本来是装可爱，谁知道真可爱，被嫌弃了，活该。爱妃，今晚接着来朕寝宫，可好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站在他的角度，选择端王，确实更稳妥。为何？你不是已经掌握了端王的计划了吗？掌握和有把握是两回事。他想活下去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告诉我，风中为何多晚客？他真的如此重要？你不该为儿女私情而冲昏头脑。他是我的父母。那夏后丹呢？他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连我都在犹豫，要不要和他结盟，他却一直坚定的选择我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的最勇敢、最厉害的人，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情怀。所以，他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，包括离开我。即便是纸片人，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对他们来说都是切肤之痛，而我一直以来却忽视了这一点，总想着与他们不同。可是我又怎么能确定自己就不是纸片人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快！漏水了，船家，船漏水了！啊！快救人！你不要叫考什么给我救下来！是。还在想今天的事儿啊？我刚才冷静下来，更加确定了。确定什么？端王他一定是一个纸片人。怎么说？西山和东湖相隔那么远，端王兵力有限。如果他是上帝视角，明知道我们在东湖，为什么要派大部分兵力去西山，围堵我们的替身呢？他也没有十足的信心。没错。而且在东湖埋伏我们的人，
数量不多，明显准备不足，不然就不会是只折了一个学子的事了。对啊，而且在东湖的时候，他们明显没有预估到北叔的战斗力。就像你说的，在我们面前杀人，原本就是为了威慑，没有理由败北啊。要是说连败北都是计算好的，我是不信。所以，端王一定不会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存在。他露馅了。坏了，怎么了？露馅的可能不止他一个。还有谁？你那身虽然很燃，但可能在他那暴露自己了。就这点事儿啊？就这点事儿？你的人身安全可是头等大事。哎呀，其实就算没有我那嗓子，端王早晚也会怀疑我的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我们的计划到底怎么传出？每次跟他说话，我都累得够呛。这个谢永儿到底看上他哪点了？四处留情，双面端水，怪不得叫端王呢。娘娘，淡儿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。啥？淡儿让我督促你好好练字。哦，练字啊？我是想练毛笔字来着，但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，没功夫。功夫都是挤出来的。再说了，淡儿说娘娘只需好好练好酉字，就可以练好所有字。这是她亲笔为你题的，不要辜负了她的心意。哇，写的有模有样的吗？什么时候背着我练的？娘娘就练吧，书在这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谢永儿的永。哎，永，糟了，着了端王的道了。我那通忽悠，他肯定不会照单全收。按他这么小心的性格，说不定转头就会去找谢永儿比对。万一谢永儿不是说开天眼，对不上口供，那可就完。李大人先消消火气，再见也不迟。我这只手算是废了。哦，影后级别啊！李大人，先喝杯茶吧。那本宫就先回避了。晚宴。你为国为民，殚精竭虑，朕全都看在眼中了。但有些人，他就是满腹偏见，容不下你。哎，连朕都为之汗颜。臣妾本就是女子，在这家国之内，怕是没有容身之处。大恩大义，也与臣妾无关吗？娘娘，那日若不是娘娘，我们何来今日啊？娘娘高义，微臣愿以死谢罪。搞定，轻松，都给你跪了。手拿把。
急这一时，你先休息吧。你猜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什么总裁。传进来前，我是个不入流的演员，跑了好多年龙套，都没混出头。只是这样的话，你又何必骗我呢？不是故意要骗你，当时你自己猜我是总裁，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吧？我就顺势认了下来。为什么呀？我这个人运气一向不佳，似乎也没什么才干。我本以为自己会死在这儿，然后你出现了，像天降救兵一样，手握剧本，志在必得。当看着你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我还有希望。跟我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怎么了？我打听了一圈，他们都说近年来没有人动过那片花田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是你想多了。远远的看，那真的就像鬼斧神工的求救信号啊！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些花刚到花期，还会开很久。万一哪天谢永儿路过，跟你一样，把双龙戏珠看作 SOS， 你猜他会怎么想？他也会怀疑身边有同类。保不齐哪天灵光一闪，就怀疑到你我头上。那这片花丛不能留了，能想个由头拔掉吗？笑话，朕想翻新花园，需要什么由头？怎么？你就当我异想天开吧。我还在想，万一有个同类，千辛万苦种了那么多花来求救，结果非但没等到回应，甚至连花都拔了。哎，咱们要不在原地买点啥呢？比如字条什么的。有被谢永儿发现的风险。也是。反正种花的人也已经不需要它了。什么？我说，你今天可真好看呀！老爷，老爷，户部郎中尔大人求见。哎，不见，我现在谁都不想见。可他说有法子解决大人之困境。放屁！我户部尚书解决不了的，连太后陛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凭什么能够解决？不见！可他看起来不像是在讲笑话呀。你刚刚说他叫什么来着？可由朝廷出面招募商人，输纳军马粮饷。朝廷支付给商人的不是钱财，而是盐引。凭借盐引，商人日后可以分销官盐，从市役中获利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有这实打实的获利前景，不愁他们不踊跃参与啊！如此一来啊，朝廷不必透支国库，就能借商人之手缓解粮草的问题，支援三军，一有余力可休憩陵寝，此为开中法。
陛下，言改事关重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呐。盐税关乎国库根本，沿路贸易涉及多方势力，往昔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举措，稍有不慎便是乱局，不可草率决定啊！爱卿言之有理啊。条文可以逐步完善，但严改于军于农定有大裨益。开中法一旦实行，商人有了赚头，太后的陵寝可修，前线的粮草可以充分的供应，百姓的徭役赋税也能随之减少，此乃一举多得的良策。陛下圣明，相信陛下慧眼识珠，定能识得此法的妙处。开什么法？开中法。朕准了。陛下圣明。我以前看文的时候，总喜欢看各种刺激的大场面，群雄逐鹿，金戈铁马，看主角如何逆袭黑化，手撕渣男绿茶。看到恶魔宠妃的时候，我把所有岑景天老老实实种田的片段全都跳过去了。可我到这个世界之后才发现，他才是那个真正救万民于水火的人。能有这样的一生，的确不算虚度了吧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也在救万民于水火。我能帮大夏挺过旱灾，客观来说，你应该名垂青史才对。好，我也不想虚度此生。按照原文，端王用最大的代价当上了皇位，那我就要用最小的代价挫败他。好，预防旱灾只是第一步，未来他还要和燕国开战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咱们战都别让他战。好，我记得一些燕国的设定，这一仗不是非打不可，所以咱们外交吧，和平谈判。好。你是不是在笑？没有，明明就在笑。我只是一想到所做的一切都在一本书里，就觉得挺荒诞的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就像庄周梦蝶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外面的那个真实世界不是另外一本书？确实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是真实存在的？哎呀，懒得纠结那么多了。就算知道自己注定是死亡结局，我也想在死之前多做一些事儿。好，你干嘛一直说好？那我就说，舍命陪君子。哎，阿白啊，你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肯定去过不少地方吧？那是自然。长河落日，天山云海，千年古寺，万里风水。娘娘随便说个地儿，看看有没有没去过的。好羡慕你。那娘娘你呢？去过什么地方？我，除了朝阳宫就是永延殿，要不然就是御花园。我好像进了宫之后就没出去过。那多没意思啊！
像你这样灵秀的美人，不该被关在这里。不如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见山见水，追赶日落。现在吗？娘娘，外面的世界不仅美，还充满了未知。我曾在西南的密林中遇过野神，还在东海的小岛上偶遇过巨兽。哦，还有一次路过武陵，沿着溪水走到了一个山洞里，结果出来，漫山遍野的花海里，竟然住着一个村子，里面全是与世隔绝了好几百年的人。桃花源记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桃花啊？这个……总之，风一吹，花瓣纷纷飘落，好似粉雪袭来。那个景象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有机会啊，真想亲自去看看。殿下这么着急找我，婉音最近可看见了什么？看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可以用天眼预示未来吗？是啊，我最近确实看见了一些。比如呢？比如在西南的密林中出现了野人的脚印，还有在东湖的一处小岛上，似乎有巨人在内湖游弋。沿着武陵溪水向山而行，仿佛若有光，山后是漫山遍野的桃林。我听说最近皇帝身边的高手又出现了，而且这次还是在宫中。他发现北周了。此人不除十分危险，可否帮我预示一下，我们该如何除掉他？消息可靠吗？殿下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在梦中用天眼看见的。刚刚还说自己是听说的，这混账玩意儿，撒谎都不打好草稿。这个萧太医医术到底行不行？这别人生病都是卧床，他却鼓励你往外跑。外面阳光正好，适量晒晒，才有益于康复。但是那也不必来花房晒吧？我之前躲雨掉了一只耳环，许是在花房呢，去找找。小姐，那不是端王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婉音，可愿帮我？殿下稍等，容我一试。如今北周和阿白都在宫中，他却只知道一个高手，而不是两个。我看到，似乎有一个高大的男子出现在一处回廊。回廊？何处的回廊？好像是在御花园，又好像不是。仓促之间实在看不清了。殿下有找谢妃看过吗？我先找的你，如若你3日之内算不出来，本王再去找他问也不迟。